我知道公派留学的机会很难得，但是陆恒，你能不能不要出国，留下来陪我创业？真的很需要你。陆恒，只要你陪我创业成功，证明你是真心爱我的，我就嫁给你。师傅为了攻克之前的技术壁垒，已经3天没睡觉了。我是公司技术核心，我不拼命，公司怎么办？楚月怎么办？行了，没事儿。好在现在苦尽甘来了，一切都好了。你为公司付出这么多，刘总一定会答应的。加油，师傅！加油！楚月，嫁给我！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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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向楚月求婚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于思文。未婚夫？楚月，你答应过我的。答应过你什么？你看看我，上市公司的女总裁，年轻漂亮，身价过亿。你再看看你，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，想追我，你也配？公司我有股份的。哦，看看这个，这是你签的合同，你陆红自愿放弃所有股权，成为楚月科技的终身员工。是的，可能明明说过。陆恒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要不是看你有一些本事，就凭你去给我看大门，就拜年。loser。陆恒，留下来陪我创业，真的很需要你。陆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，证明你是真心爱我，我就嫁给你。嫁给你，嫁给你。骗子！我不是在庆功宴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陆恒，明天开始你不用来公司了。这是10年前，我重生了。我想起来了，10年前，刘楚月用辞退威胁，想骗我签下终身合同。如果你不想被辞退，就签了这份协议，成为楚月科技的终身员工。陆恒，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，才能证明你是真心爱我，想帮我。老天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怎么可能再上当？签了这份协议，你这辈子只能给我打工。不用了。你签了离职同意书？我是公司5年的老员工，现在你无故辞退我，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，少1块钱我都会劳动仲裁起诉你。陆恒，你真铁了心要走？陆恒，你如果踏出这扇门，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。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
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可以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，只要你签了终身协议，我就答应你，等公司有了规模，我就做你女朋友。你干什么？刘楚月，老子不奉陪了，当我5年青春喂了狗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技术部的陆总被裁了。不会吧？陆总可是公司的元老，这公司的研发和技术开发都是陆总开发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也不知道这刘总怎么想的，裁谁也不能裁陆总呀。师傅，你被裁了。小丹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女孩子不要这么咋咋呼呼的。刘总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没有你的楚月科技哪有今天？不行，我找刘总理论去。一鸣，拦住！顾一鸣，你拦我干嘛？师傅不让你走。你个呆子，滚开！哎，师傅不让你走。再不走，我打你了！师傅不让你走。你复读机呀你！行了，你们俩别闹了。我走呢，也有我自己的考虑。我不想在这种没有前途的地方浪费青春了。陆总，研发部来了个叫于思文的人，听说是新来的研发总监，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的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于思文。loser。于思文，看来早就勾搭上了。走，正好有时间，咱们见识见识。来，都停下，都停下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个 research framework 有问题啊！你们对学科的 free tier 缺乏了解 ，literature research 做太少了。陆总好，陆总好。哎呀，陆总，久仰大名啊！我是于思文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信息工程和机械工程的双料博士。我的导师亚历山大是无人机领域的顶尖专家。我相信，只要继续我的 UA 项目研发，我保证3个月后在全国科技大赛上一定拿奖。原来3年后被大将01无人机冲爆淘汰的就是这个傻叉。陆红，别以为公司没了你就不行。思文是我高薪聘请过来的高科技人才，有他在，胜你100倍。于博士不会是高材生啊，研发部有你在，我就可以放心的离开了。陆总，你要走啊？我离职了，从现在起，楚月科技与我无关。哎呀，陆总，你说我这才来你就要走，还真是挺让人可惜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楚月科技在我的带领下一定会再创辉煌。那就祝你早日成功。有我在，大疆无人机不用3年，3个月我就让它出现在科技赛场上。你们两个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狂飙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没看路。带球撞人，为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没看路。啊，夜班无人机。随便咱们。哎，那这奇怪的人。
你好，请问公司有没有一个微叫西楚燕雀的人？没有啊？你找西楚燕雀做什么？啊，我叫欧阳佩，是无人机板块的负责人，叫青青子佩。原来是你呀！我师傅就是西楚燕雀，我经常跟他逛论坛的。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要你们几个有何用？翟老板的要求我早上就提给你，为什么做不了？刘总，翟老板要求的不是一般的维护，这工作我们的确做不了，只有陆总能搞定。什么陆总？公司就没有陆总？你们几个给我记住了！这些软件一直都是陆红负责的，我们是真没有办法呀。我就不信了，公司离了陆红，他运转不下去了。你们几个，谁要是能完成翟老板的软件升级，我就提他为项目负责人，年薪40万。刘总，你们要是升级不了系统，我们的合作就全部终止，而且你要赔偿我的一切损失。翟老板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你们一个个的烂泥扶不上墙是吧？那我就找别人去做。你去把于博士给我喊过来，快去！这个女人就是个蠢货，我师傅用的程序都是他自主开发的，除非他亲自来，要不谁都不好使。他自主开发的？于博士，研究怎么样了？刘总，你这个项目短期内我搞不定。你不是名校的博士吗？怎么连这么简单的软件升级都搞不定啊？这是2次开发的软件，开发者水平那是相当高，你就算放眼整个世界，那也是最顶尖的存在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算换个人来，他可能连看都看不懂。陆红这个贱人，都滚了也不让我消停。那怎么办？这边还是建议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找到原本这个设计师。这些源代码，我之前在国外的一个论坛上面看到，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技术非常高的国外专家。哎，这样你正好把他请过来，我刚好跟他学习学习。我哪有钱请国外专家呀？这就是你们公司的陆总做的呀。陆红，啊，刘总，你这个项目短期内找谁都不一定好使，你让我做也行，但是你至少得给我半年的时间。半年？我损失不起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混蛋，居然把我拉黑了！刘总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这件事情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们按合同办事。翟老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板，智能机械部门那边也出问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负责人呢？死哪去了？是我。我认识你，你是陆红的徒弟，你是不是想故意酝酿成事故？我警告你，这是违法的，请你立刻停下机器。刘总，机械臂运转是靠电力，只要把电源切断了，它自然就停下来了。这是常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看见机械臂的隐患，并提醒你最好召回上一批的产品。上一批产品？机械臂的极限测试还没完成，但是你坚持要发货。你是在指责我？说，隐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我在想用什么方式向你汇报，以确保你能听得懂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发现用什么方式你都听不懂。贵呀，看你是不想干了。对呀，我就是不想干了。机械臂的极限测试是师傅留给我的任务，现在数据我拿到了，我看我也没必要在这待了。你们谁能解决机械臂的问题？解决不了，我就是个打螺丝的。这种高难度的问题，除了陆总，谁来了好像也不行啊。对，陆红，你
就是陆红，难道没了他，楚越科技就要停摆了是吧？想你们这群废物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想办法！刘楚月、于思文，你们等着，这一世我要拿回我的一切。怎么回事啊？操他大爷的！这楼上好好的也没着火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是绝对是人为的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犊子啊！哎，闲的那无聊，把那火警警报器给按了。是啊，哎呦我，那个警报是从楼下几层响的，下面几层？哎，楚越科技，对呀。哎，刘总，这楼上也没着火，你赶紧让他把那火警警报器给关了啊！再这么连下去，我们的办公器材都得完蛋呐！对呀。这火警控制开关又不在我这儿，我怎么关啊？你不知道，当时那园区的警报系统都是陆总给做的，你赶紧让他来，3两下就搞定了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当时园区说哪个企业能做好这个系统，哪个企业就能5年房租减半呢？要不你们凭什么花我们1半的钱租这3层办公楼？对呀，哎，刘总，咱现在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对，你赶快把那陆总找来啊！再晚一点，那黄瓜太狗粮了。对，这个陆红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这么厉害？陆红就是我师傅，厉害吧？敢开了我师傅，他楚越科技早点捣乱，被开了。难道他就是西楚燕雀？活该，让你们欺负我师傅！这下知道什么叫做财源财到大动脉了吧？公司从上到下就没有敢不服我师傅的。老娘我也不干了。没问题，那就多谢陈老板了，我明天过去。这陆总还跟我客气，以后我还要仰仗陆总呢。我现在就让人把地方收拾出来，方便你办公。明天见。好好好。你来干什么？陆红，你敢不接我电话？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公司。刘总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你就这么一走了之？公司的业务怎么办？你还有没有责任心啊？翟老板那边都火烧眉毛了。关我屁事！陆红，你现在立马跟我回公司。哦。刚才说什么？我说关我屁事！我已经签了离职合同了，不是你楚越的员工了，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陆红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你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居然说跟我没关系，太不上心了。刘总，我只是你的前任打工仔，别搞得我跟你男朋友似的。另外，咱们能别谈感情吗？太伤钱，只要钱到位，缝纫机我都给你踩碎。好，算是看清你了。说吧，得要多少钱？一次系统升级300万，一次系统升级300万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300万是一次升级的全价，你让我1分不挣都给你啊！这项技术由我个人完成，跟你楚越科技没有关系。我的技术就值这个价，如果你不同意，可以找别人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合理合法缴纳税款，不拿1分昧良心的钱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想得美！我刘楚越就算是不做这笔生意，也不会骗你这王八蛋！你这个……刘总，翟老板拿着合同到公司了，还带着2个法务。我知道了。陆红，我要睡觉，你再敲门我报警啊！
你是知道的，翟老板的软件升级每次收费300万呢，全给你是不可能的，这公司还有运营成本呢。所以呢，关我屁事啊！给钱我接活，没钱你滚蛋。陆红，你变了，你看看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钱，公司的软件全都是你开发的，只要你肯合作，以后挣钱的机会多的是。这更何况你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。刘总，你这又是上价值，又是画大饼，又是谈感情的 PUA， 让你用的炉火纯青啊！你，哎，好，我最多给你50万，税后，这已经是最极限了。没够，我家猫要生2胎，你另请高明了。陆兄弟，上次要不是你帮我解决系统问题，我公司早就瘫痪了。以后这里随便用，房租的事以后再说。那就多谢陈老板。见外了，以后你在这里办公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你开业的时候，提前跟我说。一定。鸿鹄之志，这一世，我只为我自己。下不下令悄悄地去留下。这不是昨天的肉蛋充饥吗？跑我家来了，怎么？醒醒！哎，醒一醒！要挣5万人家了吗？你好，我叫欧阳佩，赛博论坛无人机板块的版主，咱们昨天还见过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找过来的？哦，小丹姐告诉我的。小丹？啊。嘿，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边吃边聊吧。这绝对劣价位啊！臀桥用的杠铃瘦100公斤。你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饭量有点大。看出来了。不用那么收费，叫我小佩就行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邀请你开发一款样机，和我一起参加3个月之后的全国科技大赛。我研发样机。我在论坛上早就注意到你了，你是无人机领块能力最高的。这个我承认，但是我的意思是啊，我研发出来了，还要你干什么？我可以帮你解决无人机之外的所有问题。那没事了，钱的事呢，我自己解决。好吧，你不需要投资，那我给你拉点活总行吧？光华集团翟春生，你认识吧？翟老板的活我干不了，他的软件有楚越科技的专利。我没让你升级那款老款软件啊，我让你研发一款新的，超过楚越科技的专利。我知道你有能力的。换做别人或许不行，但是我有10年后的编程技术和理念，简直不要太轻松了。硬干也能干，就是你怎么说服翟老板呢？哎，这个呢，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如果我能帮你谈成这个生意，你就和我一起参加3个月之后的全国科技大赛。如果能快速解决资金问题，那燕雀无人机或许能更快面世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我已经和翟老板通过话了，他在明星会所等我们。啊，哎，小佩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无人机参加科技竞赛呢？因为这是我爸毕生的梦想，但他现在没有办法实现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令尊去世了。你爸才死了呢！我爸是因为车祸腿瘸了，人活得好好的。翟老板，陆总，您可真难请啊！哼，翟老板，我们陆总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他是被刘楚月赶出公司的，不是故意影响您做生意的。我当初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相信，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你说怎么办？翟老板，说话可是要凭良心，造成眼下的局面，能是我们陆总的错吗？这专利在楚月科技手里，我们陆总帮您，这可是违法。生意嘛，肯定是有赚有赔，但出现了问题，往我们陆总身上推，这不太好吧？既然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们陆总肯定是愿意帮你解决问题的。陆总有办法？好办，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，绕过先前的专利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老款软件开发时间比较早，技术已经落后了，与其升级，倒不如重新做。新软件的效率怎么样？效率比老款提升70%，故障率降到1/1000，次品率降到0.5%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手上的软件必须马上开工，你多久能生产出来？翟老板，您能等多久啊？10天，我最多能等10天。10天的话，3天，3天后我拿出新软件。好，我相信陆总，只要你们的软件测试合格，我就把楚月科技的合同转让给你。还是老样子，一次300万。那就。翟老板，报价有点低吧？那陆总的意思是，3天后我拿出新软件，一次性购买费用1500万，以后每次升级500万。陆红，你这是趁火打劫啊！翟老板，这钱我没说让你拿呀。翟老板，您误会我们陆总的意思了。这楚月科技违约在先，这换软件的钱能让您出吗？我们新软件的出货率更高，500万的服务费，不值吗？值，是我误会陆总了。这样，我接受你们的报价。合作。用现在的理念看10年前写的东西，漏洞百出啊。谁？小姐，是我。莲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老爷想知道你的消息，全世界没人能瞒得住。我都说了我要做自己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致远集团的2小姐。小姐，你赶快跟我回去。不回去，我干什么他们都不赞成，那还不如交给大姐算了。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要拦我。小姐，老爷毕竟纵横商界数10年。那小姐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我本来打算拉一个团队玩玩，但是我中间碰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，我决定加入他的公司，和他一起创业。小姐，你放着跨国集团不管，跑出来玩创业啊？没错，我就是让爷爷知道高科技产业无限潜能，让他知道他那个老观念已经落伍了。东西已经做出来了。走，正好我
小姐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小姐，叫小佩。一会儿要是让我老板发现了，我要你好看。知道了，小佩。哎，这儿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闺蜜，她擅长自由搏击，我这寻思帮她也找份工作。我开的科技公司又不是什么自由搏击馆，他跟你一样该销售啊。贤姐不擅长语言交流，擅长物理交流。我会开车，打杂的事我也能干。好，这单生意结束马上给你赔车。另外呢，什么采购啊，什么一大堆事儿呢。这个翟老板快到了，咱们先走吧。哎，走。陆总，你可真是个天才啊！我们的运行效率不止提高了70%，而是100%啊！待会儿调回去。对门的！哎呦，太幽默了，陆总！1倍的工作效率，利润远超1倍不止。翟老板，这个钱花的值吗？值，太值了！这里面1500万，陆总您收好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陆红，果然是你，难怪翟老板会取消跟我们楚越科技的合作，都是你搞的鬼！翟老板和我们陆总合作，那是慧眼识珠，楚越科技自己升级不了系统，关陆红什么事？不是，你谁呀？我跟陆红讲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插嘴。翟老板的软件是我新开发的，没有用到你楚越科技的任何专利。你新开发的？你3天开发出个新软件，你骗鬼呢？我看你啊，是早就有了离开楚越的想法，所以背地里偷偷做的。陆红，你现在要是立马跟我回公司，今天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，条件就按你说的来。不用了，我现在挺好的。只要你肯回来帮我，楚越科技会全力支持你进行研发。不用，我自己有钱。陆红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你曾经说过，你什么都会帮我的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答应过你什么？你看看我，上市公司的女总裁，年轻漂亮，身价过亿。你再看看你，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，想追我，你也配？因为我早就看清楚了一切，在你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而已。陆红，不是，陆总需要休息。小姐，你自重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我跟陆红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你给我滚开！让我滚？你凭什么呀？你是陆总的妻子、女朋友，还是前女友？我什么我啊？不是你什么你？你连他老板都不是现任的，还敢在本小姐面前狂吠？我看你真是直肠通大脑，要不要本小姐给你买几箱开塞露帮你疏通一下？放心，我包邮。好狗不挡路，我们还要参赛呢，可没空理你。不是你王姐，你松手啊！没事啊。行。嘿，我打听到了，翟老板向楚越科技索赔3000万。3000万？哼，看来这个翟老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知道谁才是肥羊。怪不得刘楚越这么着急让陆红回去。哎，这事儿先别跟他说。
刘楚月什么样的人，我一清二楚。他能给我1个亿，说明我至少值10个亿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赚钱的工具。现在已经报名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全力应对全国。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办公了。这可比楚越科技大多了。鸿鹄科技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楚越放弃了我，而是他的庙太小，容不下我这尊大神。这办公地点是不错，但没人怎么办？人？谁说没有？喂，你们到哪里？师傅，我们来了。都来了。师傅一句话，我们肯定过来。大伙本来就对那个女人不满，听说师傅注册了公司，大伙儿都要跟着师傅继续干。对呀，我们都是陆总栽培的，陆总到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对，我们都跟着陆总。资料都在电脑里，该怎么做你们清楚。他们都是楚越科技的人。不，他们是我的人。进。刘总，不好了，今早大部分科研部门的人员都离职了。什么？离职了？问过了没有？问过了，他们去了鸿鹄科技。我查了他们公司的法人，是陆红。陆红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。什么意思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该死的陆红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！通知公司法务，起诉他们是正当合法的商业竞争，就算咱们真的闹到了法庭，也奈何不了陆红什么。要不，咱们去给他道个歉吧。道歉？我不去。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，发信息他不回，还让我登门给他道歉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他配吗？可是公司科研人员走了大半，现在公司内部人心惶惶。通知下去，就说把软件部门的人裁掉一半，告诉他们是陆红砸了他们的饭碗，让他们找陆红施压。你疯了！你这样会跟他彻底撕破脸的。他抢我的生意，挖我的人，还怎么撕破脸？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软件部门都是他的老部下，他离职创业，还反手捅软件部门一刀，你觉得会让人怎么想？如果陆红不接招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陆红要做生意就会顾及脸面，就算软件部门的人找上他，他只会更难看。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回来找我们谈判，向我们低头认错。今天这事儿啊，一定要找陆红说清楚，哪有这么干事的？陆红就在这儿，我们走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不能见，真不能见！我们要见陆红，让陆红出来！让陆红出来！小丹，咱们同事一场，你要是再来呢，可别怪我们跟你翻脸。是刘楚月裁掉的你们不去找刘楚月，找我们陆总干什么？你们要是再这样胡闹，我可就报警了。陆红，你好歹也是楚越科技出去的，掉头来就砸我们的饭碗，你是人干的事吗？陆红，你别躲着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老黄，你带着这些人在我门口闹事儿，什么意思啊？陆总，你出来创业没问题，但是你要砸我们的饭碗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就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楚越科技
要把我都给裁了。是啊，陆总，您离职的时候，我们可都是站在您这边的呀。算我求您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们这些老员工留条活路吧。陆总，活路吧。带他们进来吧。请吧。走啊。这是我们新研发的软件，感受一下。效率是老款的费上。这是你们新开发的，这才多。咱们都是搞技术的，新技术的出现就代表着更新换代。如果抱着旧技术那条船，下场只能是被淹死。老黄，你刚才操作了一下，感受怎么样？这项技术颠覆了我的认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就算是刘总不裁掉我们，留给我们时间也不多了。你们都是我的老部下，是我信得过的人。如果你们愿意跳到我这条船上来，我竭诚欢迎，并且所有的技术全部向你们开放。不过事先说好啊，我这儿不看资历，只看能力。有能力扛大梁的，吃香喝辣；没能力混日子的，趁早滚蛋。我的本事你们清楚，能糊弄我的还没生下来，所以各位想好，要来拿出真本事。一定好，一定。刘总，软件部门的人回来了。看来是闹出结果了呀。陆红来了吗？告诉他，我现在没空见他。陆红没回来，那就再给他几天时间。陆总，我们恐怕没有几天时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软件部门的人，他们一回来就集体打了辞职报告。集体离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造反啊！刘总，我们回去之后啊，考虑了一下，既然楚越要裁员，我们这些老人啊做个表率，给年轻人呢一些机会。正好你来了，就不用我去送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该死的陆红，竟敢拉黑我！刘总，有什么事儿？刘总，又有软件部门的辞职报告，一共是14份。好，都要走是吧？这就都给我滚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滚出去做事！就是辞职的，这次多少人？一共是11份，这份是我的，12份。你贱人！你个小破秘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滚！放开我！气死我了！你还敢回来？于博士，员工离职的事儿呢，我都听说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不仅不是坏事，反而还是件好事儿。好事儿？没错，
这些人呢，全都是陆红的那些老部下，把他们留下来，迟早是个隐患。这样吧，我呢带你去见个人，他能帮你解决楚月现在留下的所有问题。梁总，您要见的人，我帮您带来了。谁？刘总，这位是帝豪集团的继承人，梁老先生的独子梁凤歌。帝豪集团，久闻大名啊，刘总。梁总，久闻大名。坐。楚月科技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我能帮你们解决现有的所有问题。梁总，您为什么帮我？刘总1年前就开始进行无人机研发，这是一步妙棋。我认为未来民用无人机市场会是一片蓝海。楚月，我们要大力推进无人机的研发。我相信在未来，这一定是一块非常巨大的市场。不行，你别以为公司没了你就不行，我绝不可能将资源投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。我可以自己研发，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分红都投进去，所研究出来的一切都属于公司。随你吧。难道陆红是对的？听说贵公司今年准备参加全国科技竞赛，参赛作品正是新型民用无人机。没错，我做的。我可以提供一切的研究费用，只要贵公司能够拿下大赛冠军，我会注资楚月科技。燕雀无人机比上一世整整提前3年。这个是无人机吗？这么安静？鸿鹄01型无人机，代号燕雀，轻质机身，低噪音飞行，智能遥控。我刚才展示的就是智能跟随系统。这个我还第一次见呢，这一定是颠覆性的改革。老板，你刚刚偷拍我呢？我怎么知道你在上面嘛？话说回来了，咱们公司就底下这几层，你这上边是私人领域，你怎么上去的？我看没人，我就上去了。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为了上班方便，我把设备买下来了。看来以后得小心点了。国际科技竞赛，我终于来了！来不是目的，我们的目的是拿下冠军。冠军非我们楚月科技莫属了，你就别讲了。陆红是吧？我是梁凤歌，帝豪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理。原来是帝豪集团继承人，久仰大名。梁凤歌，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家伙，小心为妙。听说陆总跟刘总是老同学了，我正在跟刘总谈合作。这么说来，大家是自己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陆总给个面子，退出这次比赛吧。梁总，什么意思啊？听说陆总的参赛作品也是无人机，这和楚月科技的十分相似，对谁都不好。我以为于博士接手无人机项目之后会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，现在看来还是老一套。陆红，我告诉你，3个月的时间，我本来能提升的就有限，是无法继续提升吧？我留下来的是最具性价比的方案。
只有按照我的思路研究下去，民用无人机才具备市场化的可能性。陆红，你不要野狼自大，我直接告诉你，这次竞赛你是不可能赢的。不是自大，是自信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我这次拿出的无人机会颠覆之前的一切设计，打破你的认知，超出你们的想象。冠军一定。陆红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听我一句劝，退出比赛吧。你现在退出，至少不会输得太难看。这次大会的胜负规则在于观众投票，你看看你这个展位，根本不会有人来看的。而我们楚越科技的展位是最核心的1号位，你拿什么跟我们争啊？所以是你把我们安排在这儿的。家父在组委会有不少的朋友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刘楚月，你还是这么喜欢用盘外招。这个世界没有公平，只有胜负。商场如战场，而战争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杀掉对手。陆恒，我承认我是小看你了，你的确是红虎，但红狐之上还有金雕，更有鲲鹏，而梁总就是扶摇直上9万里的鲲鹏，而你，我现在听你说话反胃，道不同就不要再费口舌了，咱们赛场上见真章。你走。哎，过来看一下我们家无人机，过来看一下嘛，很好的。哎呦，师傅，要不然我们去跟组委会申诉吧，这样或许还能得到换展位的机会。没用的，帝豪集团有钱有势，是制定规则的人，而我们是被规则束缚的人。那怎么办呀，师傅？那我们这么多人的努力，难道就这么放弃了？谁说我要放弃了？小丹、一鸣，跟我走，咱们去采购一些零件。老黄，你按照原计划继续布置站位。小姐，你觉得陆总有胜算吗？哼，论技术，梁凤哥给他提鞋都不配，也不知道陆红打什么主意。哎，得提前打个招呼，有备无患。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陆红啊，陆红，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，但就凭你还想跟帝豪集团这样的资本抗衡，做梦去吧！刘总，今天参展人数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目前获得了4万多张选票，位列第1名。那边呢？那边我一直派人盯着在，他们目前只有82票，倒数第一。陆红啊，陆红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离开了我们楚越科技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陆红那边已经不用关注了，明天是周末，重头戏才刚刚开始。主办方那边提醒我们，明天的人流量预计超过15万，咱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措施。一切就绪，就等明天。师傅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么多无人机齐飞，全世界还没有先例。没有，我们就做先驱者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鸿鹄科技响彻全球，任何想要阻拦我们的人都将被踩在脚下。鲲鹏，我要做的是楚越，陆红他们在外面放了好多架无人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哎，放心吧，科技从来都不是靠数量取胜的，他们做再多也都是无用功。这次的冠军非我莫属。师傅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直播了。好，让我们鸿鹄引爆这次赛场。上课！快看大屏幕，现在这天上都是无人机。
玉博士，他们想干什么？无人机阵列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。是鸿鹄科技，鸿鹄科技。哇！我从未想过旅行的意义，我只是一路前行，永不停歇。我来过，我见过，就已足够。也许你自出生就已踏上旅途而不自知，也许这趟旅途无处不在，遍布海路，在黑夜中走过边缘，能看到极光夺目。在黎明前登上山巅，能仰望星汉灿烂。你问我，当我们对这世界了如指掌时，是否就该停止探索，就此止步？不，非如此。没人能代替你去旅行，一切都要自己去经历。我们可以帮你换个视角看世界。我操，这是无人机宣传短片，太牛逼了！刚才我还想这些镜头根本就不合理，但现在我反应过来了啊，原来都是无人机拍的呀！我的天哪！看那边，鸿鹄科技在那儿。哎，快看，那边的无人机比楚越科技的厉害多了，快过去看看。对呀，还空中投影，太炫了！走。哎，你们！行了，你急什么？今天会场人流量这么大，我们可以趁机派点人混进去，然后你去办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鸿鹄科技进决赛。想不到陆总还真有点本事，这种局面都能扳回来。看来我们准备的人不用上了。盯着楚越科技的人发来了消息，他们的人乔装混入人群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那就让我们的人也下来，换上衣服维持秩序。他们要是敢耍花招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有本事光明正大的比一比，别再用这些下三滥的招数，难看。你们这几个废话，给我滚！什么事都干不好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按照我刚才给你们交代的，他们的无人机给我弄烂了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产品啊，请问我能试着操作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这是操纵杆，然后这个呢左右哎可以动，你看看哎慢慢。哎，小心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第一次操作还没有什么经验。慢，一定要慢，慢慢推，走，慢慢起，哎，慢慢来，哎，走，你可以左右动，哎。冲啊！有目标了！快了，快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惊讶呀？我们鸿鹄科技的无人机搭载了智能操控系统，可以自动避让障碍，不管是树木、人体或是建筑，都可以自动避让，不会撞上。哎呦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即使没有任何操作经验的人，也可以安全的使用，不会发生
任何意外。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功能，这是什么黑科技啊？哎，就是不用任何操作经验也能用。你给我试试，给我试试，我也要试试，我也要试试。好，挨个试啊，都能轮到啊。这就是你的后手，这些技术不在楚越科技的专利当中。陆红，原来你一直在藏私。我也没想到，他这个无人机居然还搭载了这样的功能。不是自大，是自信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我这次拿出的无人机会颠覆之前的一切设计，打破你的认知，超出你们的想象。这不可能啊！这简直就是跨越时代啊！刘总，按照梁总的吩咐，比赛场地的热搜已经挂上了。这次我们用的是无人机做的宣传，楚越科技一定会成为这次比赛最大的黑马。糟了，我成替身了。梁总，必须让组委会把陆红的无人机撤下来，否则我们的人流都被他们吸走了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参赛者不得在自己展位之外的区域中展示作品，扰乱比赛秩序。身后那些组成屏幕的无人机要立刻撤除。比赛规则写的是场地，不是空间。那我请问，空中算场地吗？更何况我们所有操作都是符合组委会要求的。我说你违规，你就是违规。你鸿鹄科技的无人机在网上的反响不错，而且网友对这次比赛说是别出心裁呀。罗局长，无人机不就应该在空中飞吗？是吧？多谢刘舅。你这丫头跟我客气什么？你本来在比赛中也没犯规，这次也就是我顺势多说了一句话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跑到鸿鹄科技来了？家里的生意不管了？你爸那儿我都帮你压了好几次了。谢谢罗舅，我想证明我自己的眼光。这一次初赛你们是过了，但决赛你们要小心点儿。我听说呀，这梁凤哥已经去拜访大赛的评委了。哼，找门路、攀关系、威逼利诱、串通一气，还真是他做事风格。不过我相信他，他总是能出人意料。你这丫头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刚才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都已经解决了。这个就是你打破规则的力量。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承认，用无人机矩阵组成投屏确实是一个博眼球的好主意。你要透过表象看到未来，我们的产品有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。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你还真是个当老板的好料。这口鸡血管饱，说吧，我应该怎么为你卖命？你看啊，我们的无人机，它代表着人类可以用极小的成本将活动范围从2维拓展到3维，这其中蕴含的意义无比重大。陆豪，你真的来，各位教授，你们呢可都是国内科技界的泰山北斗，我再敬你们一杯。赛场煮肉口上方的小玩意儿，想必各位都看到了。这鸿鹄科技的无人机呀，的确是有点意思。哎，不过要论性能，我看还不如楚越科技的无人机。你们觉得呢？楚越科技的无人机我看过，那可不是那些小东西能比的。熊教授说的对，这论科技发展啊，那不能尽耍小聪明，要实打实的用数据说，快就是好，大就是强。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梁总说的太对了，我这一票啊，肯定投给楚越科技。
各位教授啊，不瞒你们说，家父这个人呢，特别的重情义，喜欢交朋友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呢，也一样，只要是我朋友需要，我梁某人千金散尽都不在话下。嘿，那是啊。其次啊，我这个人呢，特别的爱面子。那只要各位教授肯卖我个面子，以后啊，咱就都是帝豪集团的上宾。第一，我是第一！陆红，你别得意，这不过是初赛而已。师傅，快来看，我们的短片上热搜了！也差不多了。小贝，我们在各大平台都申请账号了吗？已经申请完毕，我这就把宣传片发到网上，让各大平台开始催流。记得在视频的最后加这样一句话：全国科技竞赛的决赛现场，就是鸿鹄0.1型无人机发售的日子。全国科技竞赛的赛场是燕雀腾飞之时。陆总，全国科技竞赛现场当发布会会不会太嚣张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今天下午，小佩已经去打探过了，我们的对手帝豪集团的太子爷已经在私下接触评委了。这怎么可以这样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拼上一切赌一个冠军，要么干脆退赛。反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赛第一的名头，宣传视频也火了，你们想退这一步吗？梁凤哥操纵比赛，仗着有钱有势肆意妄为；刘楚月藐视技术，妄图靠着资本的包装，用低劣的产品赢下比赛。还有那个于思文，崇洋媚外，人品卑劣，手段下作，让这样的人名利双收，我不甘心。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！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！老子说好！终于看到官方高清短片了，太赞了！没有人能代替你去旅行，一切都要自己去经历，说的太好了。什么时候发售燕雀无人机？售价多少？他这是要把决赛当成新品发布会的现场，这也太大胆了。一个字儿，牛！无人机技术攻破不下，就会一直被白银国掐着喉咙。老师，你说了多少次了？科研工作者要稳重。老师，你快看这个。这是无人机矩阵，能长时间稳定悬停的无人机矩阵，不可能是人工操控，这肯定是智能控制。鸿鹄科技，我调查过了，这是一家民营企业。民营企业？一家民营企业竟然研究出了无人机智能控制系统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快给我安排专机，我们去现场。好，站久了。前4位评委都是梁凤哥的人，如果他们对我故意打压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。我已经搜哈了，如果他们真的刁难，那大不了我就掀翻他们。宋院士和郝特首怎么也来了？宋院士专攻无人机方向，想来定然是冲着无人机来的了。哎，看来我们宣传效果达到了呀。哼，如果有这2位在，这个组委会的人
也得掂量掂量。这是我们楚越科技的参赛产品，楚越01型无人机。我们楚越01型无人机对世界最高水平实现了全面超越，打破了各方面性能的世界纪录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。最大飞行时速180公里每小时，100公里加速1.5秒，最大升限海拔7000米，最长续航90分钟。都有什么颜色的？什么颜色都有，选择性很多。真不错呀。竟是些避重就轻的问题。楚越科技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，那根本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。我想问一下刘小姐，你手上的这台样机制作成本是多少？任你乱端花招，我只需老罗，我们楚越科技大致的研发成本是……刘小姐，请您听清楚我的问题。我的问题是，你手中的样机的制作成本，以及楚越01型无人机的预期价格是多少？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，暂时不方便透露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这样机的制作成本，这样你总能正面回答了吧？19万吧。啊，这么贵啊！太贵了，太不定了，谁能买起？不止吧。恕我直言，刘总 PPT 上的材料60%需要进口。按照我的经验来说，这一台无人机的价格应该在25万元左右。25万这么贵吗？如果楚越01型无人机实现量产，那单台的价格我们还可以压缩，但贵公司的价格是多少呢？25万元吗？25万买台无人机，有人钱我买台车不好吗？就是这打破世界纪录还挺牛逼，咱老百姓要买，那不是鸭子睁眼大可不必吗？这不是谁买对了？25万一台的无人机，谁能用得起？这还是民用吗？哼！这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玩皇帝的新装这一套呢？该我们登场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加油！让我们找现在哇！哇塞！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鸿鹄科技的负责人陆红。老宋，你好歹也是全国顶尖科技的专家呀，就这么一个登场亮相的小把戏，就把你震惊成这个样子？你懂个屁呀！用无人机组成 logo 啊，可比单纯的无人机矩阵难多了。这绝对不是操作员手控的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，鸿鹄科技的无人机已经搭载智能控制系统，而且已经可以多机协同。这种技术，哪怕再简化10倍，都足够我用到现在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上。光这一下，我就来潮了。你这个脾气啊，跟上学的时候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稍安勿躁，老同学，有我在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科技竞赛的决赛现场，来参加鸿鹄无人机的发布会。请允许我全面的展示鸿鹄科技的产品——鸿鹄01型无人机，代号燕雀。燕雀无人机搭载了智能操控系统，一键抛飞，智能跟随，无需任何其他操作。果然是智能操作系统，
拿下什么？一箭抛飞，随手一丢就能让无人机飞起来吗？这哪是无人机呀？这简直是宠物啊！这是什么黑科技？鸿福科技？这真的是夏国的公司吗？这也太先进了！一箭抛飞，这种动态感知和处理速度绝对是毫秒级别的。但人体识别是怎么做到的？难不成是图像识别技术？老宋哥，我叫你一声大哥好不好？你呀，能不能有一点院士的矜持啊？老郝，你知道这台无人机意味着什么吗？它已经大幅度超越了军方对新一代无人机的要求。这台无人机上的技术啊，是我们花了10几年都没搞出来的，竟然被一家民企给超过了。安静，请安静，请鸿福科技不要展示这些无聊的小功能，用数据说话。请公布你们的性能参数，好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判断。是啊，楚越科技的无人机虽然贵，但是它的性能真的没得说，全面超越，而且还超越这么多。哼，这个老东西坏得很，故意转移话题打压我们。哥，亲哥，全国性的大赛直播呢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你听听他说的什么屁话？他知不知道这些技术的含金量到底有多么恐怖？你这全国竞技的大赛招的都是什么玩意？是，这样，咱们先看看鸿福科技怎么应对。我向你保证啊，我不会让这个年轻人吃亏的。那么我想请问熊教授，您眼中无人机的定位是什么？那自然是飞得快，飞得高了。那还研究什么无人机啊？用导弹多好啊，飞得又高又快。在我看来，民用无人机应该是低空、低速、低航程，设计思路要尊重大众，实用、廉价、易操控，化繁为简，人人能用。说得好，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啊！如果他愿意进大学深造，我就是抢也要把他抢过来当关门弟子来教育。老师，人家水平比咱们高。目前学术界公认，无人机研究的方向是高空、高速、长航程。难道你这是要否定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吗？请不要偷换概念，我讲的是民用无人机。另外，大多数认为正确的就是绝对的正确吗？我以为啊，某些专家应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。现在看来，我天真了。这些专家呀，就只剩脑门硬一个优点了，毕竟是专嘛。如果不硬，那叫瓦。那我请问陆红选手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正确的呢？很简单，以人为本，让科技为广大人民服务。好，说太好了。以人为本就意味着实用、廉价、易操控。最大飞行速度120公里每小时，能够追上正常行驶的汽车。最大升限4000米，既不影响航空安全，也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场景的使用需求。最长续航40分钟，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航拍的需求。所有性能只追求广大人民的使用需求，而实用带来的就是廉价。鸿鹄01型样机研发成本仅为3万元，实现量产后单台售价为8988元。我的天哪，这么便宜，不到9000块！我是差那12块的人吗？给我涨到9000块！比起楚越科技25万一台的无人机，这种无人机才是真正的民用无人机。对，这才叫产品呢！大家买不起的那叫展品。鸿鹄01型无人机
搭载了智能操纵系统，即使是没有任何使用经验的普通人也能够轻松驾驭。就像是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，自动化、智能化，将大幅度降低专业技能的门槛。国产手机取代外国手机，实用化、廉价化，能够大幅度降低老百姓的购买成本，让所有人享受到科技的进步。我们认为，科技不应该高高在上，更应该服务于人民。科技如何以人为本？这就是鸿鹄科技给出的答案。这简直不是变这么厉害！如果他早展示出这样的才能，打死我也不可能赶他走啊！这个小鹿掌握着先进技术，本人思想也很进步。我想把他介绍给军方，如果他条件合格，可以考虑让他成为军品供应商。陆红选手的研发能力有目共睹，但你的作品却让我感到非常痛心。一个如此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为什么要把大量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于国于民无用的玩具上？无用？既然你认为科技应当为人民服务，那就应该用到国家和人民身上。这个产品或许会很赚钱，但如果有才华的年轻人眼里只有钱，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何在呀？说不过了，开始上价值了。你真不要脸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那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就应该为国为民清贫自首，一分不赚了，要不然叫什么研究人员啊？我手中的无人机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单人就可以携带，意味着单兵就是一个战场的侦察终端，能够指引方圆数公里内的目标。当然了，以你的见识，怕是这辈子都理解不了啊。单兵无人机，立体打击，如果挂上炸弹，好了，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该给鸿鹄科技的无人机打分了，我很赞同他们的理念，所以谁打我？郝特首，您怎么？辛教授，我认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担任评委的工作了，请你立刻退场。这个是我给鸿鹄科技打的分儿。冠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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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服，接受这一切荣耀的人本该是我。这次把我自己加上，陆红，我不信不回头。郝叔，陆红我给你带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的老同学，夏国科学院的宋伟院士，目前在军工研究所工作。这位是宋院士的高徒杨洋研究员。小佩已经知会我了，幸会。幸会，坐，好，坐。实不相瞒，贵公司的技术很适合用在我国新一代大型。你们没有吗？没有。对了，10年前工业大摸底，还没摸到无人机这块呢。没问题，这项技术我可以转让给国家，转让费1块钱好了。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让你白白捐赠啊？宋院士，我虽然是一介商人，可是也有报国之心啊。现在国家正是发展的关键时刻，我真的希望这套系统能够帮助国家腾飞。好，如果你的技术转让的话，10个亿
不成问题。你愿意将这唾手可得的财富让给国家，重铸华夏荣光？我辈义不容辞。这里是直属我科技院的生产车间，汇集着国内高尖端设备。现在这里归你了。那怎么行？会拿着，非你莫属。你想想的技术价值影响深远，价值啊，无量。从今年起，鸿鹄科技将会成为国字号的产业啊。这位是安全局代表李卫国。这位是安全局代表李卫国。我刚刚看过了你的决赛视频，对你的无人机啊很感兴趣。我想知道，如果由你来改装的话，我大概多久能拿到军用版的无人机呢？你需要我多快拿出来？1个月。如果你能在1个月之内拿出无人机，并且通过测试的话，我们或许能够给你一个大订单。哎，你可听好了，是很大的订单。不用1个月，10天，我拿出成品。10天，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姓马的，你他妈欺人太甚！把手放下！放下！你何蛋洗地，我就当你是规则允许。你派人伪装成老百姓，我也当你是兵不厌诈。但你轻步并阵地，凭什么全捡老子一个坦克脸？你他妈演戏都不带规则的吗？冯队员，还是你跟他说话。红方指挥官，蓝方的新式武器是我安排的，如果你不服，就过来看看。这就是首款军用无人机，代号。这款无人机重量小，噪音少，抗干扰能力强。此外，还有侦察型猎隼无人机，搭载了多用途摄像头、雷达等多种勘探仪器。难怪我们115炮这么快被盯上，就是因为它。哎，老长官，你也不地道啊！你有这么厉害的新式武器来打老部队，我不管。今天这个武器你必须交给我。怎么样，专家们？鸿鹄科技的这套装备算是合格了吧？小陆啊，批量产品什么时候能弄出来？生产车间已经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开工。但是你要的其他类型的无人机，我可能研发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。还有更厉害的武器？随着材质的提升，无人机的性能也会更加的卓越。魏国呀，在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跟进一下。先购置1万套猎隼，攻击型和侦察型各一半，预算我帮你去申请。是。陆总，快，陆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谢尔盖先生，熊国派过来的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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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坐。陆总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笔大订单，猎隼能做外贸，总导演能同意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把他带过来见你呢？不过，你要卖外贸版，这里外还是要有所区别的。我改程序，我让他们的无人机不能飞到我们的国土范围内。卖，使劲卖，越多越好。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外汇啊！谢尔盖先生，陆鸿先生，我们熊国军方希望能够购买10万台无人机，根据科技院给的报价，打包价30亿，越快越好。30亿，好家伙！那个，怎么有困难吗？是这样啊，猎隼无人机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。陆鸿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们要的是你竞赛用的
廉价无人机。成交！鸿鹄科技目前为止最大的订单，价值30亿！师傅牛逼，牛逼啊！师傅，居然真的让他做起来了，我看上的人绝对不会出错的。今天晚上所有人团建，不醉不归！师傅，有人找你。谁？是刘总。刘楚月，见一面无妨。陆航，你来了。是啊，来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没有你楚月科技，我这只小麻雀飞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没有你楚月科技，我这只小麻雀飞得更高了。陆航，你当初选择帮我创业，我应该早点回应你的心意，不该让你失望的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请你自重。陆航，只要你肯回来帮帮我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钱、权，还有我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结婚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们随时都可以结婚。我不稀罕，你可以走了。陆航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楚月科技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我求你帮帮我，保住公司，保住我们的心血，好吗？楚月科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死是活，关我屁事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你当初真的很蠢，信了你的鬼话，帮你创建楚月科技。楚月科技能成功，你觉得跟你有半点关系吗？现在楚月科技有难，你想起我了。当初你赶我走的时候，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啊。陆航，我求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公司的资金出现了问题，我无论如何我都拿不出1个亿，我打破生活大计3000万，要收购楚月科技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陆航。你还差多少？我只能拿出5000万，剩下的5000万，我可以替你补齐，但我要楚月科技的生产线。陆航，你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生产现场还囤积了足够组装1万台无人机的零件。1万台无人机，别人可能吃不下，但熊国绝对没问题。你觉得我用宝马的零件和生产线能组装出奥迪吗？不行，算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资金什么时候到账？合同签完，立马到账。谢谢。现在楚月科技的生产线和专利都是你的了，我只剩下智能机械项目。算的时间也差不多该到位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好自为之吧。陆航，谢谢你这次帮我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今天晚上团建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帮他？谁说我帮他？你给他拿了5000万，这不算帮。我问你，我卖熊国1台无人机多少钱3万，怎么了？ 1万台就是3个亿，5000万
换3个亿，外加一条产能十足的生产线，稳赚不赔的生意，为什么不做？你这脑袋怎么长的？人怎么能精明成这样？哦，对了，你上次让我帮你联系的鱼竿厂，我找到了。你买鱼竿干什么？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没拿到全国竞赛冠军，我愿赌服输。这是1个亿，拿着你的钱可以走了。你的确一败涂地，但我也没赢。你损失了1个亿，而我却丢了大脸。怎么？你觉得我梁凤哥的面子不值这区1个亿？我们的共同敌人是陆红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怎么可能输得那么惨？梁总，挑拨离间的话就不必说了吧。想必以后我们也不会再合作。请吧。话别说得太满啊，刘总。我们虽然输了一局，但这也让我充分了解到了刘总的为人。我很欢迎楚越科技加盟帝豪集团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愿意以市值价格收购楚越科技70%的股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帝豪集团的人。梁总，你为什么还看好楚越科技？因为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啊，刘总能起到关键作用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收购鸿鹄。这绝不可能。鸿鹄离1型无人机在网上的订单达到18万台，即眼下的成交订单就代表数亿的利润。我调查了陆红，以陆红现在的发展趋势，用不了1年半载，鸿鹄科技必定羽翼丰满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正是它最脆弱的时候。你想啊，它的产能还没有建立，产品也没有出售，资金链更没有回笼。偏偏这个时候，他又给你拿了5000万，我断定他现金流一定吃紧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套。刘总，你说这是哪里话呀？商场如战场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陆总，我立刻联系工厂，马上在鸿鹄科技建立生产线，一定会保质保量的生产碳纤维材料的。多谢。这不是一个卖渔具的公司，它有碳纤维，这合理吗？有什么不合理的？碳纤维材料中的黄金，居然用来做鱼竿，这不是准备用在无人机上吗？去过查一查，陆红去干了什么？是。杨总，这是鸿鹄科技和光力集团的合作计划，他们在鸿鹄科技架构了一条生产线。科技公司跟卖鱼竿的能有什么合作？1个亿，看来这是陆红最后一笔资金链了，该我们出手了。现在看你的了，你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现在就由你将他推向失败深渊吧。哎呀，我想要的东西，迟早都该是我的。楚越科技的生产线1万台无人机已经交付，我们白白赚了2亿5千万。这只是刚刚开始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跟不上，网上的订单和熊国的订单撞了，生产速度赶不上下单的速度，迟迟出不了货。产能不够啊，这的确是个问题啊。喂，陆红，上次事儿我还没谢谢你呢。之前说要请你到家里吃饭，你没忘吧？不用了，
我约了夏丹、一鸣他们聚餐呢，改日吧。听说你产能出了问题，我能帮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忘了吗？戴小珍的小姑是楚江银行的负责人，我可以帮你促成这笔合作，也算是报答你之前帮了我。那好啊，明天明心会所，我等你。好，不见不散。那个狐狸精这个时候找你，他肯定没安好心。咱们现在正是扩张的关键时刻，各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注入。这个时候有人上门送钱，不好吗？我怕经济太紧绷会有问题。你接受了他的帮助，拿了他的钱，那万一他让你提前还款，那我们将万劫不复。那你打算拒绝刘楚月的帮助？恰恰相反，我要加注。陆恒，我让你来我家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已经给过你回心转意的机会了，是你自己要放弃。要钱不要我，那就别后悔。梁总，鱼儿上钩了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很好。抱歉，路上堵车，我们来迟了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陆红，这才多久你就把鸿鹄科技搞得这么大了，真是厉害！运气好，运气好。这位是啊，我是戴青，小珍的姑姑，楚江银行的负责人。你们的事儿啊，听说了。我呢，初步的估算了一下，在我权力范围之内，我呢可以给鸿鹄集团贷款2个亿。2个亿不够，我要10个亿。10个亿？我在官网的订单已经累计突破了30万。30万台，最少几个亿的利润，这一切原本都该是我的。如果不抓紧扩充生产线，我的订单永远都做不完的。30万，陆红，你太厉害了！10个亿，他在做梦。 10个亿啊，这确实超出了预期范围。再说我没有这么大权力啊。 2个亿，杯水车薪，那就不用谈了。我相信呢，国内肯定有一些资本愿意注资我们这种新兴产业。再见，答应他。这个混蛋！等你资金链断裂的时候，有你哭的地方。等等，我答应你。梁总，陆红已经签署了合同。我知道了。梁总，楚江银行是地方银行，你居然可以……刘楚月啊，你很聪明，但记住，这聪明的呢要用在对的地方，否则啊，他就是蠢。以前你什么样不懂规矩我不管，但现在你是我的下属，你得明白什么事情该问，什么事情不该问。对不起，梁总，是我得罪了。不，能力虽强，看女人眼光呢，是差点。梁总，这几个月陆红连续扩增了几条生产线，网上交付的无人机只完成了很少一部分。锅子熟了，该我们去摘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能进，这不是你的地方，你站住，不能进！吃里扒外的贱人！你怎么敢打人？刘楚月，这里是鸿鹄，不是你楚月。小江现在是我的人，你耍威风，耍错地方了。这个小秘书不懂规矩，我呀
教教。陆总在外面处理文件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我是楚江银行代理行长戴青，违规审批贷款已经被逮捕。我现在正式通知鸿鹄科技，限你24小时之内归还全部10亿贷款。鸿鹄科技的钱都用在建筑生产线上，10个亿，你怎么还？这是无人机材料的检测报告，各项指标都高于国际上的标准数值。这么好的数据啊！这些呢只是初级的 T300级别的材料，准备用在猎隼无人机上。后续推出的几款无人机呢，会搭配更好的材料。我这就去拿给老师。老师，我发现了我们一直未攻克的碳纤维，在哪儿？啥情况？无人机用碳纤维？那边是挖出金矿了，还是开着5.9出来时候碰上金？就他，住手！啊，干嘛？干嘛？你哼！别跑！别！哦！喂，老师，我被抢劫了！材料3所的人把咱无人机检测材料全抢走了。去找5所问问。不用问了，是他亲自动的手。你怎么来了？走。我来找你来了呗！我跟你确定个事儿啊，这个猎隼完全是国产的是吗？那当然是了。那个机身材料也是国产的？当然了，我工厂就在城郊呢。不是你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啊？你这样的，明天上午8点半，你在工厂准备迎接市场。切记啊，这个是高度机密的事儿，你绝对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。一个小生产线有啥好市场的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肯定是好事就完了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走了。哥，别难受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刘楚月刚才带人来了，楚江银行的戴庆违规贷款被捕，限令我们24小时之内还清10个亿。刘楚月可玩不出这个花样，梁凤根吧？好啊，明早我在城郊工厂，你告诉他让他过来，我亲自给他。你能拿出10个亿？放心，到时候会有人给他拿的。梁总，鲍区长来了。梁总，您找我？城郊那一块地是你负责吧？啊，正是鄙人负责。明天楚江银行将要去鸿鹄科技收账，你派出保安小队查封鸿鹄科技在郊外的工厂。鸿鹄科技是最近才兴起的科技公司啊，他得罪您了吗？我要收购鸿鹄科技。放心啊，事成之后，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我肯定办好。对了，记得动手的时候要全程直播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让师傅不辛苦。你好，安全部，请全力配合我们工作。安全部，空运队长，老板这是犯了天条，要诛九族吗？我营收啊，应该不算老板九族吧？搞这么大阵仗，我靠，那不是电视上空军发言人吗？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陆总，来，我逐一给您介绍一下啊。这位呢是空军装备司司长卓行健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呢是陆军装备司司长徐守国。哦，幸会，幸会。你好。这位啊是咱们全国材料学院士贺青松。哦，年轻有为。谢谢。这位呢是新一代战斗机的负责人，也是总工程师陈阳。哦，您也是年轻有为。你好。这位啊，我就不用介绍了，老熟人了。
我们这次来呀，是想参观一下生产车间。没问题啊。哎，小田啊，哎，记住了啊，全程直播。好的，鲍区长。哎，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啊，这个鸿鹄科技公司啊存在严重的违规生产，严重破坏环境。一经查实，我们一定重拳出击。我是楚江银行代理行长，鸿鹄科技以非法手段获取贷款，我们今天一并查收。我看上的东西就必须是我的。干什么的？楚江区执法队例行检查。让开！鸿鹄科技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内，请立刻退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瞪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不认得我们这身制服吗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请立刻退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冥顽不灵！来人，强制执行！还真要动手啊！你九族是批发的，敢对完全不动手？鸿鹄科技的保安这么霸气的吗？鸿鹄科技也太飘了吧！你有多大后台啊？赶来执法队真把自己当皇亲国戚了。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公然对抗执法队，陆红啊陆红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一整个碳纤维的生产线，世界顶级的复合材料，竟然用在无人机身上，太奢侈了。这些材料如果用到了最先进的战斗机身上，完全可以打破现有的多项瓶颈。这些呢，就是新型碳纤维的检测数据。原本呢，打算用到我的下一代无人机身上，比现在的 T300材料更加强韧。好，是这样啊。我们把你送来的猎隼啊送去检测，恰巧碰到了空军同志，他们发现无人机上的材料用在军用机上更合适。你看看能不能给空军兄弟们一些？可是我这产能不太够啊。您知道我是做无人机的，这条碳纤维的生产链完全是为了降低成本搞的。猎隼我们才订了2万台啊。你需要专门做一条生产线吗？你们的事不多，可是我这民用无人机的订单已经积压到2亿多万了。啥？连最先进的战机都用不上的新型材料，你居然用到了民用？太稳价了，这可是堪比黄金的碳纤维。亏吗？鱼竿不都是这玩意儿整的吗？鱼竿？瞧我这迹象，现在光伟集团还没有被征召，那这种材料还没有被普及，那我也就不瞒各位了。这条生产线呢，是我从光伟集团构架过来的，他们现在有更好、更先进的材料，你们如果有需要，可以直接找他们。他们现在呢，有成熟的 T700技术，原本是为了我的下一代无人机和单兵外骨骼而准备的。你们要吗？ T700要，当然要。哦，对，还有勾德红外、光启油切、云州智能、聚光集团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你们现在急需的技术和材料。别说是我说出去的。快，立刻派人去接住。是，陆总啊，你们鸿鹄科技的生产线现在产能是多少啊？我们刚刚扩建完，目前有6条生产线正在运行，可以做到月产3万台的燕雀或是猎隼。6条生产线都是通用的吗？对的，猎隼呢原本就是燕雀的改进型号，我们正在考虑研发一款新型小型无人机，届时可以为军方单独设计一款。你研制的新型无人机是准备做什么的？自然是进行纵深打击，可飞行500公里的小型自杀手武器，可以完全改变现代战争格局。陆总啊，看来你对我们的武器系统还不是很了解。500公里的距离，我们的战术导弹可以完全覆盖。现代战争其实就是打钱、打经济。战术导弹多少钱一枚？
如果敌方是小型目标，那么战术导弹划得来吗？而我研发的新型小型无人机，预计采购价可以压缩到10万一台。10万，这才是战术导弹的1%啊！陆总啊，你的无人机我们非常需要，你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跟我提。哎，老许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人家陆总是为我们研制的无人机。哎，我先张的嘴，你可不行跟我抢啊！别怪我跟你急。那无人机也是飞机，只要在天上飞，那都是我们空军的。你想要也可以，哎，后面排着去吧。我比你高半头，我凭啥排你后边啊？这是讨论个头的时候吗？哎，陆总，你看有没有兴趣来科学院任职啊？我可以让你到哈工和西北去讲课，也好培养这方面人才。陆红研究的无人机正处在关键时期，坚决不能让他分心。钟刚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啊！无人机测试刚有苗头，你就要掐死，我坚决反对。我宣布，你反对无效。无效！你坚决不行了。你快报，外面有人强闯工厂。是哪个混蛋敢闯入我的宝贝车间？不想活了！正愁气儿没地方撒，还送上门来了。对了，回头别忘了把陆总的鸿鹄科技录入国防名录，给陆总颁发一张国字号的军工牌照。是。你死了！你们敢动我，我可是这儿的区长。这2个保安这么牛逼，2、30号执法队跟小鸡小狗似的，一搂一跟头。鸿鹄科技的背景到底多厉害？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保安，我瞅着怎么像会真功夫的练家子呀？你们2个保安要造反吗？你们啊，不想活了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已经警告过你，胆敢冲撞，后果自负。上报了吗？上报了，支援马上到。陆红，你想坐牢吗你？指使保安殴打干部，就这一条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保安？你才是保安，你全家都是保安。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们是安全部的。怎么回事？报告，这些人试图硬闯鸿鹄科技，已经被我们全部拿下。好大的胆子！不关我事儿，我是楚江银行代理行长，是通过正规手续来收贷款的。鸿鹄科技现属国防科工委管辖，是重点军工企业，地方政府无权管辖。你跟我去军部核实一下，如果合理合法，都由我们来承担。我也能承担，就当是先付点预付款了。鸿鹄科技啥时候成军工厂了？梁凤哥，你真是害死我了！糟了，这事一把到底，我不想踩缝纫机，得赶紧求救。喂，爸，我惹上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在我梁洪涛眼里就没有麻烦。爸，陆红搭上军方了，我本来想给他上点强度，让他自己练锻炼，谁知道他军方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你还给他上强度？现在倒好，人家直接给你超度了。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？爸，我不想坐牢啊，你动动人脉吧。我他妈动动龙脉都不好使啊！你自己惹的事儿，自己想办法。梁总，又见面了。陆总，好手段，我承认，的确小瞧你了。如果梁总这次约我来是为了吹捧我，那我看也没什么必要了。陆总心直口快，我很欣赏。我这次来啊，是想和陆总交朋友的。交朋友？梁峰哥，我看你是玩不起。能让我帝豪集团玩不起的人还……好，这次我认栽，我愿意补交10个亿的贷款合同。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行吧？你白给我10个亿？ 10个亿，我帝豪集团还是拿得起的。
你说我要是不同意，那你们梁家几代的心血是不是都得付之东流啊？这次看来不让这家伙满意，他是绝对不会罢休的。20亿，我愿意在10个亿的贷款额度上再补交10个亿，算是我的赔罪。这怎么可能？陆红就是一个书呆子，怎么敢跟帝豪集团的继承人叫板？好，我也不是贪心的人，只要钱到位，我们之间的事儿一笔。好，我认。给了，梁凤阁竟然真的被威胁了。陆红，他哪来的胆子？梁总，双关。陆红啊，陆红，你太自以为是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以为侥幸赢了一场就能跟梁总平起平坐？笑话！陆总啊，那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！我呀，先干为敬。梁凤阁一向骄傲，陆红这么挑衅，他居然忍了，还主动纠葛。陆红，你不过刚刚成长了一点，凭什么让帝豪集团这样的参天大树给你让？只是陆总啊，我有一事不太明白，还望陆总能够如实相告。你问，陆总刚成立公司不到1年，我监控了陆总这1年里的所有的资金进出，你是怎么突破我的封锁，建立起生产线的？这个呢，就得多谢刘楚月了。我？谢我的人？你忘了那5000万？你没说让我还。我没说让你还。楚月科技生产线上的零件已经替你还了，还多帮我赚了3个亿。我就是靠着这3个亿开始扩张的。无人机零件？陆红，你骗我！现在事情清楚了，陆红就是靠着你的无人机零件赚的第一桶金，建立起生产线的。不是的，梁总，陆红，你不是给我说无人机零件你没用吗？国内是用不上，那我也没想到国外的用上了嘛。好，我认栽。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不是的，梁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去！你个不会办事有余的废物！梁总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至于给他们2个赔礼道歉啊！我去！去！白月光被打，你不死的？什么白月光？那不送钱了我菩萨吗？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回去。怎么了？我爸手术出现了点问题，我现在就得回去。我跟你，陆红，你以为这20个亿就这么轻易拿走了？早晚我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这就是你家？陆总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爸怎么样了？2月手术不成功，老爷发火，把医生全赶出去了。滚！统统给我滚！我花钱养你们，干什么吃的？沈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能用的办法都用了，移植的效果还是不理想。走走走。爷爷，臭丫头，你不出去创业了吗？还知道回来？爷爷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唉，还是老样子，这一辈子恐怕站不起来喽。听说家里来客人了，你出来干什么？那帮废物啊，折腾一天了，你赶紧回屋歇着吧。哎呀，爸，你就别怪他们了。不
和村雷也不错，公司有佩佩和静静帮你打理，我这坐享其成，岂不是更好吗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让你重新站起来的。我能不能看看伯父的伤？你怎么还在我爸伤口上撒盐呢？佩佩，你怎么跟人说话呢？来者是客。再说我这陈年老伤，看看怕什么？我听说是一支的效果不理想。试了很多办法都不管用。我有办法能让伯父站起来。我找遍了全国最好的医生都没办法，你有办法？或许您找错方向了呢。别卖官司了，快说！伯父现在的情况是需要仿生一只，仿生一只好做，可难的是如何契合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顾一鸣正在推进的脑机接口项目。没错，用这项技术去控制一只，让伯父站起来，轻而……什么脑机连接？你们在说什么？爷爷，就是你看不上的高科技新型技术，就是……哎呀，反正我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佩佩，你没骗妈，你爸他真能站起来。这个，如果我们不行的话，那就没人可以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相信您能试过的办法都已经试过了，那何不再试试我的办法呢？好，如果你能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，佩佩的生意我可以不管，致远集团全力。致远集团。燕雀无人机比上一世整整提前3年。郝叔，这黄我给你带来了。您是大夏第一首富欧阳致远，你是欧阳家的二小姐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也没问我呀。这进去多久了？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爷爷，这才过去10分钟，别着急嘛。我怎么能不急？爸，儿子，你真的站起来了！儿子，你真的站起来了！是，这位先生坐轮椅时间太长了，需要慢慢适应一下。好啊！哎呦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回到家呀，有的是时间练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顶楼买下来了，爸爸可以上楼休息。要是这个一直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回来调整。好过这家嘛，为了上班方便，买一层。不然呢？我很看好咱们鸿鹄科技的前景，我觉得这栋楼一定会成为总都。我现在把它买下来，到时候再高价卖给你，这也算是一种投资。你别忘了，公司有你的股份，你薅羊毛薅自己身上。一码归一码，这是我私人财产。陆总有意见？我很民主的，有意见你就提嘛。我的意见是没有意见。一块小小的晶片就能代替神经？是。你现在相信现代科技的厉害了？你不是说近10年的科技产品都是些无用玩具吗？
我说过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能给社会带来福音的科技，我还是承认的。伯父的事儿确实给了我启发。咱们确实可以军民双线并行，用现有的科技为残疾人和瘫痪患者注入新的活力。怎么样？我老头子的提议还是不错的吧？不然咱们一块儿合作，我可以给你们投资啊。还是不了吧，我们这儿刚得到了20亿的善款。20个亿？对啊，帝豪集团跟我们掰手腕输了，这是他们给我的赔礼金。帝豪集团的赔礼金？帝豪集团想收购我们鸿鹄科技，出了不少阴招，但没想到我们鸿鹄科技跟上面搭了线，成为了军用企业。他们这不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花起消灾了。军工企业？可你们成立还不到1年呢。从无人机再到智能遥控系统，再到稀有材料，我们进行了比较深度的合作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了不得，真的了不得呀！老二小姐，大爷爷下来了。老二，大哥，你真站起来了？是，这是仿生义肢，跟正常人的腿啊没什么两样。我现在在适应阶段。快说，这是哪个国外的专家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年终于让你站起来了？不是国外的专家，是佩佩公司的，国产，咱们自己产的。佩佩的公司，鸿鹄科技，法国公司还有这么高科技的产品。能站起来好啊！静静在公司顶了这么久，这下老二也该你出山主持大局了。公司的事儿我早就不管了，交给静静挺好的。对了，佩佩，我听说你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做 CEO， 自家的公司不管，跑出去瞎胡闹。要不你回集团来，帮静静一起管理公司，怎么样啊？免了吧，我现在挺好的。虽说你现在是做出了点名堂，但是一个刚成立不到1年的公司，跟致远集团这样的商业帝国相比，还是差得很远呢。你大伯母的提议啊，我看挺好的。如果你能回到集团，致远集团的所有板块，你可以随便挑。致远集团虽然大，但发展已经到头了。要是不做出什么改变的话，今后只会走下坡。鸿鹄科技虽然小，不出10年，鸿鹄科技必不弱于致远集团。大言不惭，致远集团在静静的手中只会越来越好。什么走下坡路啊？倒是你的公司想跟致远集团相比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回来正好，以后集团内部就是我们在说字，你们二房彻底滚出致远集团。要不要打个赌？不用10年，只需1年，鸿鹄科技就会在市值上超。你是谁啊？鸿鹄科技，陆红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陆红啊！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。现在看来，吹牛的本事倒是不小。不是吹牛，这是对科技发展的绝对自信。爷爷，我准备和帝豪集团合作，开展远交项目。姐，梁家人都不靠谱的。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远交项目一旦落成，致远集团最少可以收益50个亿。可是姐，可是什么？你不回公司，就别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。你们两个呀，从小到大就是这样。以后致远集团由你来管，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。我有点累了啊，我去休息一下。收到，谢谢爷爷。爸，小杨啊，今天的事儿你怎么看？佩佩这孩子从小就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哈佛商学院100年一遇的大才女，在我儿子出事的这些年，倒学会藏拙了啊。那我猜猜看，爸，您这是准备改变布局了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有这份智慧，为什么甘愿做个家庭？唉，沈哥有志嘛。我这辈子就想好好陪着阿叔，不想理会商场的那些尔虞我诈。哪怕我这份家业1分都不留给佩佩。广厦千间，也绵不过7尺；家财万贯，
也不过1日3餐，更何况佩佩现在风生水起，也不用我担心。如此胸怀，才能承载更多。可笑他承袭呀，算计了一辈子，可始终不明白这一点。佩佩对集团的看法，你以为如何？佩佩这孩子有想法，就是性子还需要再磨练磨练。所以你不干涉佩佩？其实我也赞同，大有大的难处，但如今的致远集团也很难靠自己改变航向。爸，您只要大刀阔斧。我老了，有心无力了，致远集团水太深，换个无能力的人来挑这副担子，怕是要落个骨断筋折、生死族灭的下场。我原本计划让佩佩历练几年，让他进集团给老大当副手，可现在看来，他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我动用了一些关系，调查了鸿鹄科技，调查到一半被警告。看来这深度合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1年超越致远集团，有魄力，我喜欢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鸿鹄科技是一条不错的船。最关键的是，佩佩在这条船上抢到了一个好位置啊！如果有朝一日致远这艘船偏离了航道，欧阳家至少还有一个备选。你就这么看好鸿鹄科技？科技以人为本，为人类创造幸福。这小子不仅仅是个商人，更像是要引领一个时代，未来不可限量。难得你对一个人评价这么高。哎呀，丈母娘看女婿不得不用点心。哦，就佩佩看他那个眼神儿，不会错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帮他一把，通过你在白银国的人脉，帮他物色一些有能力的人才。致远集团有用的人，你也可以筛一筛，我会在暗中提供一些帮助。爸，您这是拆自家房子，给人家添砖加瓦呢？这叫什么话？那小子要真是这块料，我不介意拿整个致远集团给他做嫁妆。进。好特首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次来啊，是想请陆总你帮个忙啊。您放心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肯定办。好，是这样，半年之后呢，会有一次世界级的航展，到时候我还想请陆总代表我们楚江参加这次大会。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。好特首，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让您挣足面子。好。妈，佩佩，这几位是我白银国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各领域的科技类人才，你可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啊！谢谢妈。技术中心是囊括了6个大类的研究所，几百个小类，由各个行业的尖端人才进行主导，向着特定的方向去研究。这才短短几个月的光景啊，鸿鹄科技就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，这难道就是科技的力量吗？了不起啊！我的手谬赞了，这些技术啊，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。没错，正如好书所看到的无人机物流系统、太阳能天池板，还有可以利用超级电容搭配人工智能调控系统，这样以后我们可以实施对光伏电力的调节。哎，光伏能源小镇项目，我去给你申请专项资金，你必须亲自装，多久能出成果？半年吧。半年的时间就能拿出成熟的产品，这时间上好像也来得及啊。
我的意思是，半年建成全光伏能源的小镇。陆总，既然要建设全光伏能源小镇，必然要建设一个智能控制中心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把无人机物流系统整合进来呀？对呀，把我们之前改进的智慧城市系统加入进去，只是整合一下，成本不会高出很多的。如果这样，无人公交系统、智能食材系统也能预留，那就不是光伏小镇了，而是未来小镇。对呀，对呀。郝特首，别介意啊，这些科研人员们呢都有执念，只要有想法，他们肯定马上就实施的。哎呀，不知不觉间，连鸿鹄科技的技术储备都已经这么厉害了。陆总，我的无人作战系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好你个老卓，你居然跑到楚江来跟我抢人啊！我告诉你，绝对不行！小陆已经答应我了，帮我搞光伏能源小镇项目，不能给你用。你这个人怎么一身匪气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项目着急得很，要赶在几个月后的中东防务展。你急，我就不急啊！我们也要赶在明年的中东科技展。不是等。两位，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的内幕？这能说吗？原则上不能，但是小陆，你还信不过吗？也是哈。在此次展会上，沙洛特的王子沙勒曼会亲自到场。沙勒曼，那笔500亿的订单还仅仅是……最近国内正在加强跟海湾地区的联系。沙洛特呢跟我们关系一直都不错。这次沙勒曼能亲自来，说明想有意摆脱白鹰的控制。我是个商人，不明白你们说的那些，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吧。我希望你能拿出真正的好设备，在这展会上能压白鹰一头。如果我们的无人设备被选上了，那伴随着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军费呀。我倒是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想着拿下沙特未来城的项目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价值5000亿美元的沙漠未来城，这消息还没有发布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只要是消息，他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说你们俩怎么最近这么积极啊？原来是看上那群最懂技术的白袍土豪了。要论最懂技术还得是他们。这远郊项目投资了几10个亿，为什么迟迟没有推荐？听说是一些原住民不肯走，所以项目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。那拆迁款我不是已经给他们了吗？大部分人是已经搬走了，可还有几户不肯走，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用啊。你是干什么？尽快落实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推荐。是。月儿，什么事儿啊？生这么大气？妈，这远郊项目迟迟不能推进，致远集团的资金链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。那就裁了一些没用的，填补进来。致远物流之前不一直都是你妹妹管理吗？现在集团有困难，就让他们分。老洪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啊？搞这么大的阵仗？老哥哥，这是大家自发的来迎接你啊！毕竟你是大家的领头人呐。今天是每半年一次的例行董事会，由代理总裁欧阳进来汇报工作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想问欧阳，听说你有意要拆分致远集团，有这回事吗？谣言止于智者，既然是传闻就是没影的事儿。但是我觉得裁掉一些不必要的项目，能够回笼资金呐，对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，不是吗？今天会议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否要将致远货运剥离出去？同意的，请举手。
招真高啊！故意拖着工程不动，让致远集团的资金不能抽离出来。现在他们就是壁虎断尾，只能一点一点的呢从其他项目中填补空缺。告诉远交那批人给我拖久点，我还真不信我拿不下他致远集团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远交项目、致远集团都被我定死在那。那告诉红一光，收购计划开始。爸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丢人呐！沙海沉浮了一辈子到后来倒让自己的孙女打了一闷棍。反了他吧！我现在就回去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教训什么呀？小晋敢夺权，这样我也很高兴。致远集团难以转型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可是爸，小佩不会继承家业，那位置迟早也是他的，他要就给他呗。致远这条船要驶向哪里，那就看他以后的造化了。那致远货运那帮人怎么办？这得问问小佩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。那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当然了，你可是吃到本小姐做菜的第一个男人。来尝尝这个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确实有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们家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，爷爷让我接手一个企业。什么企业？致远货运，他们从致远集团被剥离出来了。我们致远集团就是靠着货运起家的，那里面的员工都是我们的老部下，一辈子忠心耿耿。你说我总不能弃他们不顾吧？原来就是这件事儿啊，那就整体接收过来好了。不是整体接收？致远货运只做航运吗？铁路运输能不能做？当然能。这家公司你有绝对的掌控权吗？当然有了，我可是那儿的前总经理，要不是和爷爷观念不同，没准我还待在那儿呢。致远货运你可以接受，不过要把所有的股份收回，不能给任何人插手公司的机会。好，我这就和我姐姐去谈。致远货运总资产应该是20，我们最多出10个亿。接手以后，我们有3件事要做。第一，把我们公司的无人物流系统应用起来，对公司内部做一个全面的升级。第二，我跟熊国那边打个电话，把海运和陆运打通，加强合作。第三，我们要尽快完善对海湾国家的货运航线。海湾国家就是那群靠着石油发家的白袍子人，他们不是一直从欧洲还有白英国那里买东西吗？现在是，将来可就不一定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咸了？淡了？辣了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嘛！陆航，有毒啊！陆航，这次的展览令我大开眼界，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未来一样。科技以人为本，鸿鹄科技意在用科技造福人类。陆先生，我想邀请您作为我国未来城的技术总承包商，不知您是否愿意？我可以支付20%的定金，作为诚意。我的荣幸。
沙老板邀请鸿鹄科技成为未来城的技术顾问，后续将参与总体规划方案的设计。哇！爸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这可是5000亿美元的订单呢，这在全世界能排进前几呀！智能物流系统支援货运，还真让你盘活了。什么？鸿鹄无人物流系统就是支援货运的前身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让他们捡了个大便宜。现在双方合作已经达成，那可是整整5000亿美元的大合同啊，都快赶上整个致远集团了。1000亿美元，要不要打个赌？不用10年，只需1年，鸿鹄科技就会在市值上超过致远集团。这才刚刚半年啊！总裁，不好了，外面那些股东点名要见您。喂，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你的无人机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，前线正式推进，非常顺利。顺利就好。我这边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白银国和欧联盟没有拿下沙洛特的订单，准备煽动沙洛特的亲英派对你进行双反调查。双反调查？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。如果你被贴上一个廉价倾销的标签，会被定义为恶意排挤竞争对手。回首世界联盟。谢谢你，朋友，你这个消息对我很重要。能帮助你是我的荣幸，愿我们的友谊常在。再见。怎么了？白云国那帮人玩不起了，想玩阴的。他们想通过双反调查，搅黄我们未来城的计划。这怎么办啊？明天可就正式签约了。父亲，我有办法。想不到和夏国合作的无人作战部队也是鸿鹄科技的产品。陆，你真是给了我一份天大的惊喜，我已经开始期待未来城的交付了。慢着，先等一下，王叔殿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对方的产品报价。未来城宽200米，长170公里，高速铁路贯穿整座城市，100%使用清洁能源。白鹰和欧联盟方面，光伏系统在30亿到40亿左右。不知贵公司的报价是？如果贵公司的报价低于正常报价太多，那就违反了世界贸易协议，我方将终止合作。什么？120亿？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新型红光 L1型材料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和它比肩，它的性能是普通材料的数倍以上，所以价格自然会更高一些。我是说下午的产品廉价，怎么高一点就比希望贵3倍？不知道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法哈德先生，早在科技展我就说过，我们鸿鹄科技的材料要比市面上的贵7到8倍，性能接近10倍。如果贵公司愿意选择普通廉价的材料，那也是十分划算的。至于鸿鹄科技的高端精材料，全球只此一家，便宜是便宜不了一点的。这怎么办？说夏国倾销，人家自主研发的高端货比西方贵3倍，性能更高。说它货贵，人家低端产品便宜太多，性能还完全相同，这还怎么发呢？法哈德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回皇叔殿下，我已经看清楚了，鸿鹄科技的合同没什么问题，不过在产品选择上，您看。我沙洛克要买东西，就买最贵、最好、最高精尖的东西。这位殿下，您是懂技术的。与鸿鹄科技的合作项目已经达成，我很期待未来城的交付成果。郝总，
陆总，据说这次签约您受到了许多阻碍，请问您是怎么克服的？曾几何时，我们夏国的制造业一直被认为是廉价和劣质的代名词，许多企业家为此感到自卑。可正是因为这份自卑，促使着我们披星戴月，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。这一次，未来城的签订合作是鸿鹄企业的一小步，却是夏国企业的一大步。东方有龙，齐鸣穿越，我们将响彻中东，纵横世界。鸿鹄科技不愧为夏国科技的领军人物，这份胸襟和气度，无人能比。一小步，鸿鹄科技真是给国家长了个大脸啊！一大步，以后凡是需要，我只买鸿鹄科技的产品。我们将响彻中东，我没啥文化，纵横世界，牛逼！纵横世界。该死的陆红，别高兴太早，等我吞并了致远集团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姐，梁少，我呀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分化了致远集团的内部派系。哎，那个欧阳靖呢，因为策略失察，已经失去了部分股东的支持了。现在只要您一出手，致远集团立刻分崩离析。别急呀，这蛋糕啊，得一点一点的吃。来，大小姐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来尝尝，这个呀，可是我好不容易弄到的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。洪叔，哎，我今天不是来喝茶的。不是来喝茶的，那就是来兴师问罪的了。你为什么能纵容你的手下胡作非为，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损伤？致远集团好了，你和我都好。致远集团一旦破产了，你也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啊！这糊涂的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我看他们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人呢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胆大。哎，大小姐，您放心啊，我现在就去查这件事，我肯定给你个交代。大小姐，还有事吗？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，还想跟我斗？大小姐，老爷请您进去。来了，爷爷，你不在公司，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了？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没经过您的同意就剥离公司的货运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了，爷爷，现在公司陷入了危机，爷爷你帮帮我吧。我一个说不上话的老头子，能帮你什么呀？爷爷，我这么大年纪，该安享晚年了。这公司啊，已经交给你了，最后变成什么样，我是不会过问的。刘婶做了饭，要不留下来吃一口再走？不用了，爷爷。您真不打算帮了？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。致远集团在他手里几年的时间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致远集团水太深了，只有爷爷一个人能压住，换了另一个人都不行。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这次找你们来呀，就是商量一下致远集团的事情。我想让你接管。我？
老爷子，您别开玩笑了，致远集团是您一手创立的，我哪敢造次啊？老爷子活了这么久啊，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。我这宝贝孙女儿，早早晚晚都得进你家的户口本儿。我，哈哈，难道我这宝贝疙瘩还配不上你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就好。我早就跟小杨说过，致远集团是佩佩的嫁妆。你想要致远集团，就必须要娶了佩佩。我跟小佩跟致远集团没关系，有致远集团，他是欧阳佩；没有致远集团，他依然是欧阳佩。您不用把集团跟他管关系，我将来要给他的，绝对比他现在应有的要更多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！佩佩心善，不愿和金金争夺致远集团，但此时的致远集团已经病入膏肓，需要下重药。正所谓不破不立，不经过一次崩溃，也没法迎来新生。致远集团只有你能救了。老爷子，您究竟想怎么做？原本我想让致远集团拆分了事，但小静那丫头执念如此之深，她突然反水，让我想到了一个险招。我故意没反击，能让我的人藏在集团里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！我说欧阳靖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拿到一切呢？我在的时候没人敢动，但小晋上位之后，必然有人敢跳出来。其实这样也好，能够连根拔起，斩草除根，让问题乖乖的浮出水面。老爷子，这招真狠呐！没办法，一辈子朋友，有些话不撕破脸，没办法说出口啊。您现在掌握致远集团多少股权？我有21%，两个儿子有3%，小佩和小晋也有3%，除了小晋的3%，也就还有30%吧。还差21%。按照致远集团现在的股价，收购21%的股权需要1000亿。哈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的家底儿掏空的。我已经让致远银行发新股，到时候他们的股价必然会下跌，你只要出几百个亿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增发新股，老爷子，这事儿不是说办就能办的，得需要致远银行的行长同意才行。我听佩佩说，致远集团的马行长与您反目多年，现在跟洪玉光走得很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那你猜，原来是我秘书的马永健为什么跟我反目？难道说一切都是您的计划？如果小马不跟我反目，洪玉光怎么能让他坐上银行行长的位置？正因为他明面上不属于任何一派，大家才能让他放心的管理致远银行。原来您从20年前就开始布局了，佩服。哈哈哈，你也不差嘛！刚接手不久就开始布局中东和熊国的运输路线，不到几个月就能扭亏为盈。我这就是运气好。梁洪涛，我们斗了一辈子，也该分个输赢了。帝豪集团或许不用那么麻烦，算算时间，我应该有更好的办法。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开始收购计划，用不了多久，致远集团就会分崩离析，彻底被我们吞并。好，这回我要让这个老东西彻底翻不了身。要是不好了，智能机械发生故障了。怎么回事？楚越科技卖出去的那些机器臂频频发生故障，给一些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，他们要求我们来赔偿。人就在外面。搞定！
你们帝豪集团生产不合格产品，给我们工厂造成了上亿的损失。对，让你们负责人出来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哎，都吵吵嚷嚷干什么？把这当菜市场了？让刘楚月出来，他卖给我们的机械臂出现故障，给我们造成了上亿的损失。智能系统出现问题，造成工人一死一伤，你们要负法律责任。我们帝豪集团收购了楚月科技，那我们就找你们算账，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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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小姐，帝豪集团收购了致远集团21%的股份，现在啊，成为了集团的第一大股东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啊，现在我是致远集团的总裁，致远集团易主了，请你收拾东西走人吧。侯允光，你对得起我爷爷吗？你爷爷？你爷爷他老了，他现在啊已经不管事儿了。他要在这一天，我就尊他一声老哥。但是想让我听命于你，你这个小黄毛丫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欧阳佩，姐，你没事吧？佩佩，我没管理好公司，对不起你和爷爷。我没脸见你。姐，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？爷爷担心的不是家业，是我们。没事儿，你身后有我呢。我们欧阳家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洪玉光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拿着钱安享晚年不好吗？非得出来搅风搅雨，你累不累呀？陆红，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但这里是致远集团，你说了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帝豪集团？他们啊，现在怕是自己都管不过来了。不要在那块花言巧语啊！帝豪集团已经收购了致远集团35%的股份，现在啊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股东了。是啊，要不是梁凤哥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，他们倒也不至于捉奸见肘，被人家堵在公司了。按照梁洪涛保险起见的性格，他收购致远股份的钱应该已经是帝豪集团所有的现金流了吧？那你说，帝豪集团现在爆雷了，面临的结果是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别在这骗我！骗？你打个电话不就知道骗没骗你了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陆红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找死！我男人你也敢打？陆红，楚月科技机械臂的事儿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顾一鸣早就告诉过他，机械臂存在问题，让他召回。他装聋作哑，现在爆雷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本应该待在楚月科技，跟我一起经营的。机械臂出现问题，你也可以改进。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，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我刘爷干嘛？啊，被你逼着签署员工协议，一辈子绕着你转，别逗了，大姐。我上过一次当，犯过一次错，我得到了教训，不会再犯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机械臂爆雷与我无关。行了，把你的录音笔拿出来吧，你的伎俩我太熟悉了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要让陆红承认是他的工人，否则帝豪集团完蛋，你也得跟着完蛋！演苦肉计演到我头上，你找错人了，大姐。你的死活跟我有屁关系？陆红，看来我们所有人都小瞧你了。
用致远的股份套牢我帝豪的资金，然后让机械爆雷。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，机械臂爆雷是他一早就埋下的种子，这是天意，天要亡你帝豪，谁也拦不住。说吧，你想要人吗？200亿，交出你所有的股份，然后滚出楚家。说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收这么多股份，一共花了1500个亿，你给我200亿，痴人说梦啊！那好啊，我现在就联系那些苦主，我不介意把这儿也变成讨债现场。哎呀，帝豪集团2个负责人让人追着讨债，明天新闻头版头条一定非常精彩。你呢，拿着200亿可以息事宁人，要么就拿着你们的干股慢慢等死。你做梦！我手持致远集团，一样可以填补帝豪集团的损失。那可由不得你啊！二小姐，读给他听。这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到目前为止，二小姐的股份已经到了40%，超过你们的35%，所以帝豪集团无权干涉任何公司内部决议。加上我的3%。爸，你不错，你不错，万般皆好，200，我认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没想到我折到你这个年轻人的身。好，爸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我们走。碰见，你敢反水？反水？我本来就是董事长的人，何来反水一说？欧阳致远和你在演戏？恭喜你，猜对了。不做一出戏，我怎么能做到这个位置？又怎么能收集你们所有的犯罪证据？你们骗了所有人，20。欧阳致远，好深的算计你！洪玉光，致远重工骗取贷款136亿，前后每一笔我都算得清清楚楚，证据齐全。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让他下辈子就在牢里过。是。陆豪，我都是被他们逼的呀，我从始至终都是爱你的呀，陆豪。你不是说你想跟我结婚吗？想跟我一直在一起吗？宝强，我要娶的另有其人。2024年12月25日8时44分，夏国向太平洋成功发射洲际导弹。2024年12月25日10时，月球科研站组建成功，南天门计划成功实施。2024年12月25日11时，鸿鹄科技官方宣布，核聚变商业反应堆成功建立完毕，并预计2年内完成试运行。前世的路走完了。爸爸，妈妈叫我们可以吃饭了。妈妈今天亲自下厨。妈妈做的饭你都敢吃？有毒的。妈妈说你骗人，她做饭可好吃了。走吧。慢点儿，怎么没让保姆做呢？我今天高兴，亲自下厨，厉害吧？亲自下厨，
谋害亲夫。讨厌！宝宝要出生了，想好叫什么了吗？想好了，哥为敬，东方白。